你是旮旯山里种地的泥腿子，却有一个宝贝女儿打遍天下无敌手；你是整日酗酒的酒蒙子，却让皇朝女帝朝思暮想。8年前，老婆给你生个女儿，然后杳无音信。今天刚醒，还没来得及打一发，发现宝贝闺女也不见了。 爹，灵儿下山寻母了，不用担心灵儿的安危。爹爹当年都能纵横天下，身为您九剑仙的宝贝女儿，也一定能安全找到娘亲的。你爹我哪是什么无敌的九剑仙啊？平时都是跟你吹牛逼闹着玩的啊！我他妈就是个酒蒙子。恭喜宿主女儿老婆全跑路，激活孤寡男人签到系统。8年了，你知道我这8年是怎么过的吗？ 穿越9年不出来，我老婆女儿跑了，你却憋不住跳出来恭喜我了。夫君，没有妾身在身边，不知这么多年你过得可好？总有一天，妾身要让夫君你吃上全天下最香的软饭。也不知女儿长大否？ 是他，不是我的菜，我也扒拉扒拉。脚下的路我全都刨了它，不爱我的人全都扬了吧。哎呀！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。哎呀！ 小朋友，奶断了吗？哼，士可杀，灵儿不可辱。陛下，这个小不点没断奶就出来学人家劫道。竟然和朕小时候一模一样。算算时间，最姨女儿也该8岁了吧？与这丫头一般大。难道你叫什么名字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乃常山赵子龙的远方表亲赵灵儿是也。 老爹说了，人在江湖飘，多个马甲多条路，机智如我楚灵儿。那你爹叫什么名字？为何把你一个人丢马路上？你家又在哪？我们忙完送你回去。这是要查户口吗？老爹说了，人在江湖飘，逢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3分真7分假，才是做人的硬道理。而且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得提防，因为她们特别会骗人。我家我也不知道在哪，我迷路了。 我骑着我家老牛走了10几天才到这里。至于我爹，自然跟我一样姓赵了，道号九剑仙，很厉害的啦。他爹姓赵，看来是朕多虑了。朕的夫君姓楚啊。你爹既然那么厉害，应该会很多武功吧？那为什么你爹爹没有教灵儿武功呢？为了验证内心的那一丝猜想，女帝再度开始试探，眼神死死地盯着灵儿的表情变化。她相信8岁的小姑娘肯定不会骗人，就算骗人，她也能识破。我爹自然是高手，他会葵花宝典。 辟邪剑谱，还会什么老汉推车和江湖48手。不过练武太苦了，每天要扎马步，灵儿不想学。切，都是没听过的武学，而且这什么推车的武学，肯定是一些3流招式吧？女帝微微失落，将心中那丝大胆的猜想给否决了，因为在她的认知中，她夫君是个彻彻底底的泥腿子。灵儿，你娘呢？你出来这么久不回家，爹娘应该很着急吧？我娘，其实灵儿也没有见过娘亲，娘亲将我生下后就跟人跑了。 是我爹爹一把屎一把尿将我喂大的。他爹真狠心啊！果然不是寻常人，竟用屎尿喂女儿。什么？跟人跑了？可恶！天下竟还有这么不负责的女人，只生不养，她简直不配为娘。若是朕发现这样的女人，见一个杀一个。姐姐说的对，她真不是个好东西，她害到我爹苦等了好多年，8年未娶呢。要是以后灵儿找到她，等她老了，一定不给她饭吃，饿死她。 给，快吃吧。谢谢漂亮姐姐。一大一小2个女人瞬间有了共同的敌对目标，就是一起怒骂那个薄情寡义的负心女人。一时间，2人看对方都变得顺眼无比。随后一行人继续赶路，前往当时药神赛华佗的住处。 狗系统就是说我这当爹的摆明就是个工具人，签到奖励的天才地宝我不能用，只能给我灵儿提升修为，而灵儿修为每提高1层，我这个爹的修为会自动比女儿高1个小等级。不仅如此，女儿获得什么体质，获得什么技能，我都能完美复刻。是的，好，终于有了外挂了，来日方长，未来可期。只要将女儿养好，我也就能成为天下无敌的存在。以后出去谁敢欺我，我就摇女儿过来，父女混合双打。宿主方长是谁？ 不可乱来，你是有妻儿的。滚！我的修为始终比灵儿高1级，岂不是能传功给灵儿？灵儿升级后，我又跟着升级，然后继续传功。禁止套娃，
检测到 bug 正在进行下载补丁修复，谢谢宿主提示，奖励宿主抽奖机会+1。让你丫的嘴贱，让你丫的嘴贱！未免太危险，为避免宿主家团灭，限制宿主2年半不准出旮旯山。这2年半里面，还望宿主好好练习各项技能。没得商量，少点。没得商量，总得留个种吧，万一全团灭了呢？痛吗？痛，早就已经不痛了，天生如此。接触到楚灵儿那关心的眼神，赛华佗神情一阵恍惚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往事，却并没有对一个小丫头发怒，反而起了几分好感。毕竟一个精致懂事、如同瓷娃娃的小姑娘，很难让人讨厌。大哥哥，你的腿为何不找个大夫看看呢？大哥哥，好久没听到这样的称呼了。小丫头，你可知道，老夫已经356岁了。至于小丫头你说的大夫，整个天下又有谁能比得过老夫？连老夫都治不好这天残之腿，又有何人能治？咦，大哥哥300多岁了呀，跟我爹爹看起来一样年轻呢。我爹爹都已经580多岁了。小丫头，你可知500多岁是什么样的存在？那已经超越天阶了，堪称天下无敌。世间哪里会有这样的老妖怪？小小年纪居然学会了吹牛。可是我爹真有500多岁，而且他以前就是天下第一。另外，他也是个大夫，可厉害了，什么病都能治呢。去年山下阿牛的腿跟大哥哥一样软不拉几的，都是我爹爹治好的。要不下次灵儿带大哥哥找我爹看看。阿牛，这是谁？就山下王叔家的耕牛呀，我们管他叫阿牛。我爹爹只用了几块木板，一点点草药就治好了。还有其他几家的阿黄、大黑、大鹅，都是我爹爹治好的呢。自以堂堂神医，居然被拿去和牛做比较。你爹是你们村头的兽医吧？前辈，童言无忌，此次前来实有要事。他一个小娃娃，我给他计较什么？无需担心，他也是为我好。许久没有人这么关心过老夫了呢，感觉到也不错。我当年用剑架我脖子，在酒桌上抢我鸡屁股的家伙，不嚣张了。看起来你要比我先进土啊，到时候我来刨你坟头。哼，老夫来你这不是让你看笑话的，老夫是来看病的。看还是不看，就一句话，没意思。你这一辈子死了嘴都还是硬的。看着2个天阶强者如同少年一样斗嘴，女帝上官燕会心一笑，果然男人至死仍少年。还有救否？毒入五脏，以至今日，难办。赛华佗叹了日气，女帝眉头紧皱，能让天阶强者都倒下的病，又岂能简单？眼下时局动荡，剑神可万万不能有事。前辈难办就还是有机会，只要能治师傅的病，需要什么阵都可以弄来。他不是病，是中毒。中毒！上官燕一声惊呼传来，众人都皱起了眉头，唯有楚灵儿眼珠子滴溜溜转了起来，眼神不断在女帝与李淳风身上来回打量。这漂亮姐姐好像很在意这个老爷爷，她对灵儿挺好，还带灵儿骑过马儿，自己是不是该帮帮忙了？爹爹说过，女孩子家家的要乐于助人，要善良，以后才招人喜欢。想到这，楚灵儿内心下了决定，立马伸手在麻袋里掏了掏，刚欲踏前举起他爹留下的万能解毒丹时，女帝却一把将他拉了回来。灵儿，别捣乱！哼！前辈，朕的师傅乃是天阶后期的强者，怎么会中毒？又有什么毒能伤得了他？一种毒奈何不得他，可若是上百种混合，在日积月累，小剂量一点点慢慢侵蚀呢？怎么可能？这何人能给师傅下毒？这老夫可就不知道了，但能肯定的是，这毒绝对是李老头他身边之人所下。前辈，此毒是何毒？如何才能解？没看错话，此毒乃是苗疆的阎王煞。闻言，众人齐齐倒吸一日凉气，连李淳风都是满目绝望。阎王煞就是那由108种制毒的毒虫加72种毒草调配而成，毒性胜过鹤顶红千倍，号称无解的苗疆镇族之毒。那岂不是说剑神师傅他？这阎王煞的配比方式太多，但凡错一步，恐怕再也没机会了。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啊！我没有把握。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连赛神医你都没有办法吗？女帝也是一阵叹息，赛华佗都治不好的毒，那天下也无人可解。前辈您再想想办法，师尊对帝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。若是师尊有事，整个帝国恐怕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啊！柳如烟明白剑神李淳风的重要性，这不仅是他身边最强战力，更是他与他爹的恩师，对皇室忠心耿耿。而且若无对方当支柱，恐怕未来很难与镇北王争锋。如果失去了地位，夫君还如何当皇帝的男人？虽然夫君很帅，但总不能让他当镇北王的男宠吧？闻言，赛华佗半晌不语，最终却是摇了摇头。哎，老夫如何不想治李老头？他也是老夫的好友，天下能与老夫说上几句话的，可没有几个。想我赛华佗自诩医术天下第一，更与那苗疆争斗一事，他下毒我救人，
没想到，最终是我技术一筹啊！老李身上的毒，若是早来10天，我还有办法。可眼下，毒气攻心几乎无解了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的眼神都暗淡了几分。那病入膏肓的李淳风更是颤颤巍巍地挣扎了起来，苦笑一声，看着女帝：“陛下，不用再做徒劳了，臣恐怕活不过今天。与其折腾臣，倒不如给臣一瓶好酒，让臣与这老不死的喝上几杯，走也要走得潇洒痛快。”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朕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师离去。就在众人绝望之际，楚灵儿手握一颗黑漆漆的丹药，弱弱地站了出来。那个姐姐，灵儿应该能治老爷爷的病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楚灵儿。灵儿你有办法啊？灵儿手里有爹爹制作的万能解毒丹，我想这区区小毒一定能解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有机会说话了。亏这300岁的大哥哥还说自己医术第一呢，连区区小毒都解不了，真是不害臊。看看爹爹多低调，明明各方面都天下第一，还不让灵儿报他名字。瞧见灵儿手里那黑色药丸，女帝李淳风几人眼中都泛起了希望之光，几人眼神不由得看向了赛华佗。赛华佗会意，接过药丸子一看，险些一口老血吐了出来，哭笑不得地看着楚灵儿：“这哪是解毒丹啊，连最初级的丹药都算不上，这就是锅底灰和盐泥搓的，里面还加了些许甜菜汁而已。灵儿，你爹不只是个兽医，还是个泥匠吧？泥丸子搓的倒是挺人。”才不是哩！灵儿小时候不管生什么病，都是爹爹用这个解毒丹治好的，而且爹爹说过，只要服下这丹，天下任何毒都能解。那是你爹骗你的，能治小病只是碰巧锅底灰起了作用。好了，小丫头，别捣乱，老李也就这么点时间了，让老夫跟他好好喝几碗吧。还欲争辩的楚灵儿又一次被女帝拉到了身边，希望再次破灭。这狠起来，连自己女儿都骗的男人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呸，渣男！楚灵儿撇了撇嘴，心中冷哼。现在你们不信我爹的丹药，等我找到机会将药喂进老爷爷肚子里时，你们肯定就会知道我爹医术多厉害了。要不等老爷爷死了，灵儿再去挖坟喂药。得亏这想法李淳风听不到，否则肯定气得死都不敢死了。像我李淳风一人一剑，镇守国门，如今被人下了毒，却连下毒者是谁都未知晓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。陛下，若是可以，回去请帮臣查下，臣身边究竟是何人下了毒？这是自然，等朕查出以后，定灭他九族，让其不得好死。这话一出，李淳风欣慰地松了日气。正欲开日之际，木屋外一道嚣张的声音凭空响起：“哈哈哈，灭他九族，恐怕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今日此谷，便是尔等的埋骨之地。”镇北王，你为何出现在这里？你不是在北方镇守边疆吗？没错，山谷之上出现之人，正是女帝柳清雪的亲哥哥镇北王，也是他们目前最大的敌人。虽然镇北王实力不及他，身后最强战力也不及剑神李淳风，但对方麾下拥有诸多世家和高手，力量势力都极为雄厚，女帝也不好动他，动则帝国元气大伤，到时候其他帝国来犯，拿什么抵挡？你一个小侍卫插什么嘴？本王去哪还要你来指点？滚一边去！我亲爱的女帝陛下，看到皇兄出现在这，你很惊讶？你们可真是让皇兄我好找啊！没想到隐居多年的赛残废居然就住在这种穷乡僻野。你如何知道我们在此？知道你们在此有何难？那老不死的中了毒，岂能不出来找药？你们以为你们的行动很隐秘，那一招瞒天过海就能瞒过我？呵呵呵，殊不知你们的一切行动全掌握在我手里。今日你们插翅难飞，哈哈哈！你以为师尊状态不好，你就能拿下朕？谁给的你勇气？血刀老祖吗？就算知道朕的行踪，你又能如何？赛华佗虽是以一入道，实力不及主攻杀伐的李淳风，但要能救人，也能杀人。而镇北王的依仗，不过是天阶中期的血刀老祖罢了。凭赛华佗的功力，对上血刀老祖完全不虚。以对方与李淳风之间亲密的关系，又岂会袖手旁观？哈哈哈！为了对付李淳风这老不死，还有我这亲爱的妹妹，皇兄我可是做足了准备，岂会漏算这死瘸子？都出来吧！上官燕等人定睛一看，瞬间浑身紧绷，脸色变得极为凝重。4位地阶后期，50几位玄阶高手，以及1位天阶中期手握血色长刀、浑身煞气的老者，这阵容几乎是女帝身边力量的2倍。小师妹，你为何在贼子身边？难道看到属于自己阵容的核心人员，如今站在镇北王身边时，这一刻，女帝等人全都悟了，眼神冰冷。难怪行踪会暴露，原来如此。杨暮雪，你好大的狗胆，居然背叛陛下与师尊，是我们亲待于你。师父将你当女儿，教你各种本事，陛下更是把你当姐妹，你为何背叛？你们待我是很好，但是你们不知道，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爱慕镇北王，我愿为我所爱之人做任何事，包括牺牲你们。既然你们对我这么好，不如念在同门一场的份上，再成全祝福我一次。呵呵，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不仅你们的行踪是阿雪告诉我的，连那老不死的毒也是他下的。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，他早已经是本王的人了。如今老不死的一身功力无法使用，我亲爱的妹妹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只要除掉这碍事的老家伙，整个兵临帝国就属于本王了。谢
新仇旧账，今日便一起算吧。孽徒，孽徒啊！老李，别慌，就凭那区区血刀，再练2万年也不一定能胜过我。既然你们来我家做客，我自然得保障你们的安全，否则传出去，我赛华佗名誉不要了。赛华佗从容自信地挥了挥衣袍，看着同为天阶中期的血刀老祖，眼神轻蔑无比。哈哈，说的没错，老祖我确实拿不下你，但是这次你的对手可不是我，我只负责杀那老不死的，至于你，自有人对付。话音刚落，半天毒虫从远处飞来，将整个天空遮住，毒虫形成一片黑色云图，载着一位浑身黑袍、散发着阴冷之气的男人从天而降。好久不见，我的师兄赛华佗。看到来人，赛华佗如临大敌，连李淳风都露出了绝望之色。苗三步，你果然和他们搅在一起了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讲啊！我苗疆向来特立独行，岂会和别人同流合污？我也不愿出手对付师兄你的，只是他们给的太多。苗三步嘴角泛起阴冷的笑容，全身上下弥漫着黑雾，黑雾所过之处，树木尽皆枯败，方圆数十米没有一个生命存在，就是镇北王等人都离他远远的。这等善用奇毒的高手，任何人见了都害怕。之所以叫苗三步，那是因为与他交过手的都走不出3步便毒死。看到对方的阵容，女帝等人心沉到谷底，连赛华佗脸上的笑容都逐渐消失了。废话少说，解决完这血气，老子还要去毒丹要神苦，敢跟我苗疆为敌，一个活口有不能留。天哪，打个架都能打成天崩地裂，那天下无敌的爹爹发起火来该何等厉害！怪不得爹爹从来不发火呢，也太厉害了吧！这群人一出来就打打杀杀，好危险！灵儿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漂亮姐姐和那个老爷爷好像打不过呀。爹爹又不在灵儿身边，不能保护灵儿。爹爹说过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要不灵儿跑了。可是漂亮姐姐真的好漂亮，死了多可惜！而且上官姐姐也对我挺好的，不仅带我骑马儿，还说要教我武功呢。怎么办才好？灵儿不想他们受伤呀。灵儿，是姐姐对不住你，姐姐害了你。哎，若不是姐姐半路将你带上，怎么会碰见这种事？你放心，姐姐无论如何也会带你出去。你先待在李爷爷身边，千万别乱跑。说罢，女帝挥了挥手，上官燕与那20几个玄阶高手内力爆发，尽是杀在眼前，而她自己也凌空而起。漂亮姐姐，你要小心！楚灵儿张嘴喊了起来，不过声音顷刻间就被打斗声盖住。女帝凭借出色的天赋以及那强悍的皇气，能勉强应对血刀老祖与镇北王。要是漂亮姐姐输了，那灵儿岂不是没有人帮我找娘了？这免费劳动力可不能死！可恶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若是老夫没有中毒，老夫一人一剑，足以杀得他们片甲不留。唉，纵横一世，没想到今日居然埋骨于此。李淳风看着女帝等人奋战，既心痛又愤怒，还有着一股强烈的无力。如今的他别说战斗了，爬都爬不起来，也只能逼逼赖赖几句，以发泄心头的怨念。那个嘴强爷爷，要是灵儿帮您解了毒，您是不是能保护漂亮姐姐？那是自然，老夫见道主杀伐，天下有几人能与老夫相提并论？他们不过是土鸡瓦狗，插标卖首尔。李淳风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，楚灵儿心中有了数，立马将自己的手伸进百宝袋。与此同时，楚墨正在家中挖白菜。检测到女儿楚灵儿处于危险之中，急需一颗万能解毒丹。我操！我家灵儿有危险，她这是混哪里去了？为什么需要解毒丹？是中毒了？可我哪有什么解毒丹？狗宿主开局不是签到了一个万能解毒丹吗？你再磨蹭，你女儿就没了，到时候你还得重新练小号。那快游过去，药没了以后还能签到，女儿没了我可就没对象开小号了。他娘没回来之前，只能有这一个号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宿主每天早晚各一次找你的五姑娘，也不怕撸脱皮了。到时候宿主只能往逼空流泪。此时此刻，另一边的楚灵儿在次元袋里一阵翻弄，终于抓到了一颗拳头大的万能解毒丹。呀，终于找到了！只是这个丹药为何比以前爹爹喂我吃的要大一些？之前出门我好像也没装这么大颗的吧？灵儿想，每次爹爹喂我就喂小拇指大一颗，而老爷爷300多岁了，应该量也需要的大，所以，嘿嘿嘿，老爷爷，您把这一坨牛屎啊呸，解毒丹吃下去的话，您的毒就一定可以解，到时候便能救到漂亮姐姐了。楚灵儿将解毒丹放手里抛了抛，双腿一屈蹲在了李淳风的担架旁，眼神灼灼地盯着对方。看着楚灵儿手里的解毒丹，李淳风无比抗拒。赛华佗都已经说过了，这玩意儿就是锅底灰和泥巴做的，能有屁用啊！
而且谁知道那泥巴有没有被畜生留下粪便？谁又清楚他爹捏丹药时手里有没有残留昨夜的青春？不吃，老夫就是死也不要吃锅底灰。就这锅底灰要是能有用，老夫倒立拉稀。这老爷爷真恶心！来吧，大郎，该吃药了。啊呸！老爷爷，乖，把药要吃了，就可以帮漂亮姐姐打坏人了。有效，我爹的解毒丹果然有效。漂亮姐姐，你看，老爷爷精神抖擞了。女帝听到楚儿的声音，退了下来。只见李淳风张着嘴巴，一只手疯狂地抠着喉咙。堂堂天阶高手，落魄之际险被噎死，传出去剑神晚节不保。可就在这一刻，李淳风喉咙中的大药丸却瞬间融化，化为了一道圣洁磅礴的能量，不断游走在李淳风的四肢与五脏六腑。李淳风惊在了原地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陛下，您还有什么手段，尽管拿出来吧，否则您可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威震四方的剑神与号称兵民国第一美人的陛下，今日就要埋骨于此了。不知为何，皇兄我心里竟有些激动呢。你放心，你死后皇兄不会让你尸体浪费的。老祖他就喜欢趁热。老祖踩过无数女人，唯独没试过女帝，今日有福了。王爷，别磨蹭了，老祖已经等不及了，趁他病要他命，夜长梦多，可别生变故。老夫给你们脸了。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女帝眼神之中有了一抹惊喜，而镇北王二人则变成了惊吓，脚步戛然而止。怎么可能？老不死的刚刚还半死不活，为何突然支棱起来了？血刀，你去试探一下。依本王看，他只是强弩之末，故弄玄虚罢了。那个王爷，你可是今日的主角，老祖觉得杀剑神这种名震天下的大事，还是你去吧，我一个配角岂能抢戏份？事情有变，撤！李淳风可是一人镇一国的存在，放眼天下，在天阶强者中都是佼佼者。虽不知对方怎么恢复的，但镇北王与血刀老祖知道，凭他二人根本不能抗衡这老不死，更别说还有一个女帝在旁。这就是天阶后期强者的威势，只要李淳风在，便无人敢造次。哼，死瘸子，山不转水转，后会有期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苗将之主腾空离去，赛华佗与剑神并不完。国师，你这身体……女帝眉头微皱，颇为不解地看着李淳风，连赛华佗都是一阵好奇，抓住李淳风的手腕拉了下脉。卧槽，那天下第一毒阎王煞居然没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阎王煞没了？前辈，你确定没看错？无虽老矣，但这毒我还是查得清的。的确没了，体内没有一丝毒素，甚至以往身体里留下的丹毒都被全部清空，简直就是奇迹啊！老李，你快告诉我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连我都治不好的毒，你是怎么弄好的？若是能掌握阎王煞的解毒之法，那么苗疆之主将不再可怕。刚刚灵儿小丫头给我喂了很大一坨锅底灰，然后我就感觉身体似乎恢复了不少。在之后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不过毒虽解了，可实力并未完全恢复，也留不住血刀与柳志。这话一出，众人的目光全都移向了楚灵儿，一个个喉咙里咽着唾沫。灵儿小神医，老不死的毒真是你解的？那当然，一开始灵儿就说了能治老爷爷的病，我也说了，我爹爹的解毒丹叫做万能解毒丹，什么毒都能治，谁让你们不信我的？刚刚这么危险，为了治老爷爷的病，我可是把分量最大的那一颗都给他吃了。阎王煞都能解，难道灵儿他爹真如他所说，医术也是天下第一？他爹是个隐藏的超级大佬，明明自己看了他的解毒丹就是锅底灰呀，可为什么能解毒？那个小灵儿啊，能不能把你爹留给你的解毒丹，再让大哥哥看看？哼，不给。之前大哥哥你还说我爹爹的丹药是泥巴搓的，没什么用呢。我承认之前说话大声了点，现在我信灵儿你的解毒丹能治病了，大哥哥给你道歉。哼，灵儿，要是可以的话，你给前辈看看吧，让他瞻仰一下你爹这位天下第一所做的药到底如何高明。经过这段时间接触，女帝已经知道了眼前这小丫头是个什么性格，就是一头小顺毛驴，谁要是看不起他爹，立马炸毛。嗨，咱们也是同患难了，我就送你一颗解毒丹吧。没错啊，这明明就是锅底灰，可是为什么？锅底灰？你觉得锅底灰能解阎王煞，能清除以往残留的丹毒？会不会是你医术不如灵儿他爹，所以看不透这药？
之前我服下去时，那药入喉即化，简直比天阶灵丹效果还好。有可能真是用了什么高明手段掩藏药性，所以我才看不透。这药绝不会那么简单，极有可能超越了天阶灵丹的范畴。果然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啊！这颗药我要好生留着，余生定要参破其中的玄妙。赛华佗哪里知道，楚灵儿喂给李淳风的药是系统给的解毒丹，而他手里握着的确确实实是真锅底灰搓成的。灵儿，还好这次姐姐有你在身边，你帮了姐姐大忙了，这可是救命之恩。灵儿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你跟姐姐说，哪怕当冰灵国的小公主，姐姐也能让你当。对了，灵儿，你真不记得你家在哪？姐姐想去拜访一下你爹爹呢。当亲眼看到那一枚平平无奇的丹药解了天下第一奇毒后，女帝与李淳风几人都对灵儿的爹赵无敌有了极强的兴趣。拥有如此医道，想来武道也不会差。只要与灵儿搞好关系，也就等于交好了一个隐藏的高手。姐姐，灵儿出来这么远，真不记得家在哪里了。另外，灵儿也不要奖励，既然姐姐你都说救命之恩了，而那丹药是我爹做的，四舍五入等于我爹救了姐姐。我爹还常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，要不漂亮姐姐嫁给我爹吧，这样灵儿就能天天和姐姐在一起了，姐姐也就不用特地拜访我爹爹了，你说是不是？灵儿，你爹这教你的什么呀？你可知道陛下是什么样的存在？灵儿知道呀，听上官姐姐你们喊过好多次陛下了，我爹说只有皇帝能用陛下这个称呼，所以漂亮姐姐肯定是咱们帝国女帝了。你既然知道是女帝陛下，那你还敢说让陛下嫁给你爹？你不怕被陛下砍头吗？嗨，那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我爹以前横扫六国，还当了几十年皇帝，才破碎虚空过来，四舍五入，我等于天天跟皇帝待在一起，没啥可怕的。什么？你爹竟横扫六国，当了几十年皇帝，还破碎虚空？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六国，但是破碎虚空这等事只存在于传说中，连我们都只是听说过而已。这么说来，灵儿你爹真有500多岁？众人沉默了。本来对破碎虚空这种话，众人是嗤之以鼻的，但想到开始大家也是这么质疑楚灵儿的药时，似乎破碎虚空这话又有几分幸福度了。一时间，众人竟对那神秘的灵儿爹肃然起敬。我爹当然500多岁了，我赵灵儿打小实诚，从不骗人。怎么样，漂亮姐姐，你要不要考虑以身相许给我爹？人小鬼大，你才几岁啊？哪里知道嫁人是什么意思？而且，这已经有所爱之人了，哪怕他再平凡，哪怕灵儿你爹再优秀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感情讲究情投意合。女帝眼中闪过一丝温柔与思念。夫君，等妾身平定了内乱，定来寻你，让你当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。听着女帝的话，楚灵儿眼神一阵黯淡。原来漂亮姐姐有喜欢的人了呀，那岂不是不能成为爹爹的小妾了？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怪可惜的。等等，爹爹好像以前喝醉酒时说过一句话，只要锄头舞得好，没有墙角挖不倒。等漂亮姐姐多知道一些爹爹的优点后，肯定会爱他爱得死去活来。想到这，楚灵儿阴恻恻地笑了起来。柳清雪浑身一颤，不知为何竟觉得后背有点发凉，仿佛被什么恐怖之物给盯上了。小丫头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既然你现在找不到家，不如就先跟姐姐回帝都吧。姐姐让你当公主，另外你爹不是没有女子修炼的功法吗？回头姐姐和上官姐姐亲自教你，让你踏入修炼，如何？好，爹爹已是天下无敌，身为他的女儿，可不能夺了他的威名，所以武功必须练。就这样，楚灵儿跟着柳清雪等人一同往帝都长安而去。有之前的救命之恩，机灵活泼的楚灵儿自然成了众人的团宠。隐士的赛华佗在李淳风的邀请下，也选择了出山。既然灵儿她爹能解阎王煞，那医道肯定在自己之上。如此说来，自己的天残腿真有机会。上集说到，楚灵儿下山寻母，半路遇上冰灵国女帝柳如烟，一起前往药王谷求医。女帝遇到镇北王袭击，危难之际，楚灵儿凭借她爹的解毒丹救活了天阶高手李淳风。为报答楚灵儿救命之恩，女帝带着她回到帝都，并准备封她为公主，却遭到镇北王的阻拦。无奈依照祖训为楚灵儿检测天资。各位郡主世子们，等会儿老夫叫到名字，你们便上来滴一滴血进这阵法之中。阵法会对你们的天资进行检测，黄阶以下的晶石无色，黄阶是蓝色，玄阶是紫色，地阶是金色，天阶是红色。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总共50几个人，短短1个钟头，已经测了过半，但无意冲上地阶资质。望着这一切，楚灵儿心情既紧张又激动，一双小手捏得紧紧的。别怕，朕相信你可以的，一定要让之前那些老头无话可说。敢看不起小灵儿，那就狠狠打他们脸。好，爹爹那么厉害，灵儿自然也不会差。这次必然测个天阶资质，不让姐姐失望。哼，山鸡还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，天阶资质岂有这么好测？到时候等你这小丫头测出垃圾资质，本王便可借机打脸柳如烟了。真是天降良机啊！本王今日定要让你这娘们颜面尽失。而另一边的楚墨，在得知楚灵儿安全以后，也是美美的睡了一整天。睡醒后，便从床底下摸出一本泛黄的秘籍，无比认真地查看了起来，手里也在不停地做着一件大事。
开启圣人模式以后，精神抖擞啊！作为守活寡8年的楚墨，自然有自己的修炼之法。青年人嘛，能理解。宿主如此行径，系统表示鄙视。你这行为看一眼都觉得污染电路板。鄙视你大爷！老子为了改手气好抽奖。我记得昨天获得你时得到了一次抽奖机会吧？到底能抽到什么东西？很多，除了盘古血抽不到，其他东西都能抽到。你也知道，虾仁饭带着他的虾仁集团到处穿越，每个虾仁都人手一个系统，盘古就那一个，哪来这么多血给系统抽？宿主刚解决一发手气应该不错，是否选择抽奖？废话，那必须抽啊！仙人女仆，神兽白虎，你他娘的倒是停啊！老子的第一次，可别给我抽个垃圾！沃尼玛，连垃圾都不给我，要不要这么无情？楚灵儿即将面临体质激活，请宿主投放特殊体质，以便女儿更快、更好、更稳的发育。激活体质，我女儿现在到底混哪里去了？怎么越来越高级了？楚墨的目光也不由得移向了楚灵儿的属性面板。此刻楚灵儿体质这一栏竟写着平庸2个字。我们果然是平平无奇的妇女，天生没有那些牛逼体质也就罢了，如今抽奖也没抽到。哎，你让我拿什么投？拿什么投？恭喜宿主首次抽奖获得神体血杀之体，请问是否发放给楚灵儿使用？怎么回事？不是已经停了吗？怎么忽然动了？请宿主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血煞之体，神体，竟如此牛逼，不愧为神体。我女儿有了等于我也有了，如此神体不用留着吃灰嘛。另外进行今日份签到，把奖励一并送过去。签到成功，获得烧鸡1只，物品已发放成功。最后一位检测者灵儿。测试大殿中，夫子职业化的喊了一声，看其那平淡的表情就知道，这一届后生没有一个有出息的，难带啊！老爷爷你好。夫子精致如同瓷娃娃的小姑娘，心情大好，仿佛被对方笑容感染一样，也是点头笑了笑。不错，虽然穿着贫寒，但还是很懂礼貌的。来吧，老爷爷，我这是什么品级的天赋？这如果我没看错，应该是没有天赋。怎么会这样？灵儿为什么会没有资质？这一变故也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女帝等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能凭一枚丹药就解开阎王杀的高人，他女儿竟没有资质，这怎么可能？难怪灵儿没有武功，原来是因为没有资质。资质如此平庸之辈，看来是进不得皇族了啊。没错，比之这些世子与郡主来看，差的实在太远了。这连皇阶天赋都没有，最多也就能修炼到3品武者吧。果然不是出身大家族，享有资质的确很难。也不知陛下究竟看中这丫头哪点？这可不是老臣们不同意她进皇族当公主啊，而是她自己不争气。听到几人的嘲讽，女帝心中不快，眼中闪过浓烈的杀意。你们是在叫朕做事？不敢，臣等不敢啊。不过臣还是要死谏，这丫头没有资质，万万不能当陛下的义女，也不得进皇族。几位老臣在镇北王的示意下，再度开口。有了镇北王撑腰，今日又如此顶撞女帝，他们觉得这女帝似乎并不是得罪不起啊。看着他们这般奚落楚灵儿，女帝不知为何就觉得怒火中烧，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力，就好像自己的心肝宝贝被人踩了几脚，她连杀人的心都有了。明明跟自己没有血缘，为何朕会如此在意这丫头？不可能，我爹爹说过，我是100年一遇的修炼奇才，怎么会没有资质？一定是血滴的太少了，我再试一次。就在这时，体内忽然涌起一股暖暖的能量，不断游走在全身血管之间。原本体内的血似乎被那股能量吞噬代替，能量流转，不断酝养全身。楚灵儿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。刹那间，晶石大放光彩，这次的光芒不再是一闪而逝，反而无比的持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刚刚晶石还没什么反应，可现在为什么又变得五颜六色了？难道这阵法坏了？坏是不可能坏的，你们死了，这东西也不会坏。诸位等等，荣某翻看一下古籍，找到了。卧槽，这小丫头竟然是此等资质！小家伙，灵儿到底什么资质？莫不是地阶后期？见过国师，不是地阶。难道灵儿是天阶资质不成？我冰灵国又出了个人才。当年陛下觉醒了冰火之体，资质直达天阶后期，可谓让朝野上下振奋无比呀。如今小丫头也有了如此体质，老夫看看谁敢阻挠她当皇室公主。不，也不是天阶，国师可曾听过还有一种资质比之天阶还要厉害？你是说超越天阶，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资质？没错，这小丫头的资质远在天阶之上，因为她觉醒了特殊体质，一种史上仅出现过一次的体质——血煞之体。什么？血煞之体？就是那只要杀戮就能吸收死者一部分功力的体质，而且战斗起来，血煞之气还能无视敌人防御，并能借助血气恢复自身内力，简直堪称天生的杀戮之神。那不是万年前修罗王拥有过的体质吗？是的，据记载，上次出现这种体质还是在万年前的修罗王身上。
凭这一神体，仅只用了10几年时间，便踏足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度，连天阶高手都只能仰望他。甚至当时武道极为鼎盛的6大古国，汇聚所有天阶地阶强者去围剿，都被修罗王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，直至高手全部灭绝。灭了6国后，他当了几10年皇帝，觉得无聊便打破虚空，从此不知去向，只留下了一地的烂摊子。没想到万年以后的今天，居然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如此神体，真是死而无憾啊！众人听完以后，也是心神向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楚灵儿。他们好似又看到了一颗耀眼的星星，从眼前冉冉升起。哼，让你们说我没资质，让你们看不起我，现在无话可说了吧？我爹爹那么厉害，我岂会没有资质？呵呵呵，恭喜陛下喜获如此天才，不过还望陛下将其好好保护。只有活下来修炼有成的，才叫天才。半途夭折的，可什么也不是呢。镇北王皮笑若不笑地拱了拱手，用那极具威胁的眼神看了楚灵儿一眼。这就不劳镇北王关心了，镇守北疆才是你的职责所在。你，哼！镇北王柳志怒哼一声，便转身离去。灵儿既有如此资质，想来众爱卿也不会反对朕将其收为义女，并加封为公主吧？百官不敢抬头，同样不敢再诈辞。百官听令，昭告天下，从今日起，朕封灵儿为永乐公主。另外，关于灵儿资质的消息，谁若敢泄露半分，那就别怪朕不讲情面。灵儿，这烧鸡哪来的？啊，这是爹爹刚刚做好给我的，李爷爷，来，给你吃。看着那肥嫩的鸡屁股，李淳风忍不住咽了口唾沫。虽然身为顶尖强者，但人嘛，总免不了有点恶习。比方说鸡屁股。李爷爷你就别装了，赛华佗大哥哥昨天就跟我说了，你特别喜欢吃鸡屁股，以前还以为鸡屁股跟他打过架呢，所以灵儿特地给你留了。既然灵儿如此强烈要求，就算爷爷不喜欢吃鸡屁股，那也得吃啊。卧槽，这鸡屁股与我以前吃过的都不一样。咋地？没洗干净还有鸡屎不成？那你可就赚大了。毕竟人不能光明正大吃鸡屎，带馅的鸡屁股一般人可不吃着。此刻的李淳风可没空反驳解释，那平平无奇的鸡屁股上竟不断冒出浓郁的生命力，居然在体内不断修补它受损严重的内脏，而且他感觉自己的寿命似乎也在增加。灵儿，你这鸡肉实在太好吃了，能不能再给李爷爷一块肉？实在不行，把你手里的骨头给我嗦一下。我说你个老不死的，好歹也是个国师，不至于这么惨吧？你们懂个锤子，烧什么都不如灵儿手里的鸡好吃。这鸡肉能修补我的内伤，并能增寿。一个鸡屁股就让你觉得能治伤还能延寿，笑死我了！你不会是馋鸡屁股馋疯了吧？傻灵儿，你看，爹爹还说皇宫里伙食好，有很多山珍海味，每次吃饭都有108个菜，但是国师爷爷连个烧鸡都吃不起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好啊，反正灵儿也吃不了这么多，那这只翅膀给爷爷吃吧。李淳风颤抖着手接过鸡翅，撕下一点点肉尝尝。我又不是没吃过鸡，我可不会像你一样一点出息都没有。卧槽，果然如你所说，能修补天阶高手的内伤，还能延寿，如此至宝已经超出天才地宝的范围了。老赛，知道灵儿手里这鸡肉是什么品种的鸡吗？若是能找到这种鸡，我要圈养一些。什么品种的鸡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，竟然还想圈养这等奇物。你他娘的找揍是吗？能不能好好说话了？老夫养个鸡怎么了？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逼数吗？谁家鸡吃了能疗伤还能增寿啊？战斗鸡吗？灵儿手中的鸡就是传说中的神鸟朱雀，而且是现杀不久。什么？朱雀？那可是远超天阶的神兽啊！以朱雀当烧鸡，灵儿他爹真是好强的手笔。灵儿能成为这等绝世高手的女儿，可真是幸福。赛华佗与李淳风相视一眼，公若不弃，我二人愿拜公为义父。一只烧鸡被分食完毕，李淳风的内伤完全恢复，而赛华佗几人修为都提上了一个台阶。一阵寒暄之后，便带灵儿去后山修炼。灵儿，要不要试试？依我们估计，你只要开始杀一些小动物，吸食一些血气，应该就能踏入修炼。好啊好啊，宰了他灵儿就能修炼了，就能像爹爹一样厉害了。插进去，拔出来，再擦一擦，然后便突破了。这修炼要不要如此简单？我每日再插拔插拔再擦擦，为什么就没效果？卧槽，不愧为传说中的神体，想当初我们修炼到一品武者，可是花了半个月时间呢。呀，力气变大了好多，这种感觉真好。娘亲，灵儿算是有武功了吗？太好了，等灵儿学有所成，就能学着爹爹浪迹天涯了。此刻的楚灵儿似乎已经忘记了寻找自己的母亲，相比寻找那毫无感情的母亲，她觉得还是眼前这个女帝干娘比较亲切。这么漂亮的干娘，爹爹也一定会喜欢的，必须挖走。而在楚灵儿晋级这一刻，苟在深山中的楚墨也收到了反馈。恭喜宿主的女儿初步踏入修炼，晋级一品武者。
宿主获得反哺，当前境界为2品武者。恭喜宿主，由小菜鸡变成了一个稍微强壮点的小菜鸡，奖励抽奖1次。哟，灵儿这么快就踏入修炼了，那我这个爹离无敌还远吗？果然养女儿是有好处的。说完，楚墨按了抽奖。仙人女仆、魔头管家，实在不行，给我个迪迦奥特曼的神光棒也行啊！恭喜宿主抽奖获得顶级书法。书法，在这修炼者横行的世界，你给我这书法有个毛用？打架时还能用笔杆子戳死人不成？算了，把这书法技能留给我家灵儿吧。至于楚大爷，我要去试试我的恐怖实力了。全军出击！受死吧，八戒！面对疾风吧！哎呦啊！卧槽，果然天蓬元帅不可小觑。我还是适合写字、背诗、打杀杀这种事，让灵儿去做吧。飞你妈个头！还想当本王王妃？区一个玄阶垃圾，也不看看你什么档次啊！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，一定能毒杀李淳风那老不死的？可结果呢？王爷，那老家伙没死掉，真不怪奴婢啊，要怪就怪那什么阎王煞不好使，否则李淳风也不会活着回来，妄为天下第一奇毒。你是在质疑我？既然如此，某便让你尝尝阎王煞的滋味。我说如此极品，王爷你不要，那就让老祖我尝尝，正好缺个懂事的炉鼎，可别浪费。这女人你可用不了了，因为她中了我的阎王煞，整个人充满了毒素。三路了解一下。你是说这逼有毒？苗兄，大坤秘术了解下，能否把毒收了？炼制大成，金枪不倒，一夜百战。そうですね。公主殿下，老臣奉陛下之命，前来教导公主学习书法、诗词。讨厌，本以为爹爹不在身边，就没人强迫灵儿读书写字了，没想到干娘居然又让一个老爷爷来教我了。哎，以后等把干娘拐回去，一定让爹爹打他屁股，用棍子狠狠地抽打。老师，那我们今天学什么呢？书法，不吹不擂，臣以文入道，放眼整个大陆，也无人能出我左右。还望殿下学习时多多用心，争取得我衣钵。先生书法天下第一，那可不一定哦。哦，公主殿下难道还见过其他人书法能盖过老臣？我爹爹说过，他的文学素养才是天下无敌。是吗？你爹也懂书法？没错，我爹爹懂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、泥瓦打洞、越狱升级他都会，特别是疏通下水道的活，都是5星好评。呵呵，你爹懂得可真多啊。那是，我爹说了，行走江湖技多不压身嘛，灵儿深得爹爹真传。那我们切磋一下书法。好，若是先生输了，可不许再说自己天下第一，我爹才是。输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若是老臣在文学上输了，老臣愿当着百官的面表演倒立拉稀。玩这么大呀？今天精气神不错，超常发挥了。公主且看看，老夫这4个字写得怎样？这个妇女之宝写的还行吧，另外纸也很白。公主，这是宾至如归，您不认识行书吧？咦，好像还真有点像宾至如归。糟糕，自己差点给爹爹丢脸了。哼，怎么会？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字？到我了。说罢便准备动笔。您的快递顶级书法已送达，请注意查收。楚灵儿甩了甩脑袋。如意，没想到永乐公主的一幅字竟然能发出如意，让我在几个呼吸间就打破壁垒，成为天阶强者。公主的书法造诣竟高到了如此程度，那她爹的造诣该何等之强？感谢公主赏赐机缘，老臣感激不已。老先生，你刚刚说我给了你机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宾公主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公主不知这，朝闻道，夕死可以，到底出自哪里？这句话是爹爹教的，他说出自《论语》。老臣斗胆猜测一番，朝闻道，夕死可以的意思，可是知道了天地间的一切法则道理，即便晚上会死也无憾了。不对，爹爹说，若有谁得罪了他，那么早上知道了去你家的路，晚上就顺着道来打死你。这不是儒道吗？不是在追求道法吗？为何感觉这高人有点不正经？真是这样？咱们儒家不是讲究以德服人？就是这样。论语嘛，当然得抡死敌人了。爹爹还说，儒道可不是跟人一味的讲道理，那个没用。以德服人，德玛西亚。
老臣懂了，老臣懂了儒道的真意，也懂了令尊的意思。他是想告诉老臣，咱们檄文是为了给莽夫讲道理，而习武是为了让莽夫听我们讲道理。我们要以德服人。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孺子可教也。公若不弃，无愿拜公为义父。前辈儒道这么厉害，凭我的身份实力，根本不配当他徒弟。而公主随笔一写，也能让我突破。既然如此，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自己只要抱住永乐公主的大腿，一定还能晋升，也许超越天阶也是有可能。这就样，本来是来教书的，回不去了，反成为了别人的徒弟。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筒子，你看到没？我家灵儿3品武者了，宿主老爷，我也4品了。果然是我的宝贝女儿，继承了我优良的修炼资质，这晋升起来就是快。境界提升后，自己的速度和力量都增长了许多。以前撸一下的时间，现在已经能撸1管了。宿主变强不是为了让你练吸力力，还望宿主别老行龌龊之事。我他妈守活寡9年了，我嗨皮一下怎么了？狗宿主，小鹿怡情，大鹿伤身，请宿主节制。你丫的只是一堆电路板，根本不懂五姑娘的好。来，签到，开始今天的动乐，手指戳进去，你不用力抠一抠，你都不知道洞里面藏着什么宝贝。恭喜宿主获得神奇辅助真实之眼，牛掰啊！有了这真实之眼，不就等于开了外挂？实在是居家旅行、杀人灭口必备良计。惹事前先看看敌人境界，能碾压就打，打不过的就直接跑。系统，快把这东西发放给我宝贝女儿。至于大爷，我要去找8戒单挑了。楚墨对着系统下了个命令后，便又一次跳进了猪圈，与那凶悍的野猪进行搏斗。从养了女儿以后，他对猪就莫名的仇视。相比楚墨的开心与安逸，此刻身在金銮殿开早会的柳如烟却是满脸的凝重。镇北王阵营下的文武官员以各地灾情为借口弹劾柳如烟，要求发布罪己诏。楚灵儿依靠他爹的吹牛逼能力，用以工代赈的方法，成功对的百官哑口无言。柳如烟趁机把镇北王的头号狗腿子和珅抄家问斩。镇北王也只能逼逼赖赖几句，楚灵儿再次立功。不知道到以工代赈的小哥哥们，说明虾仁动画刷的不够多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宝子仍需努力。可恶啊！此仇不报是不为人。滚！都给老子滚出去！快滚！你还有心情看他们跳舞？咋了？脑子抽筋了？还是雕被人砍了？老子跟你混了这么久，享受享受怎么了？血刀呢？为何不见人影？本王受不了了！今夜我就要与那贱人鱼死网破。他从得到你那不要了的杨木血后，就躲房里练叉叉刺扎去了，3天没出房门。别说那娘们还挺带劲的，居然还是一个处，你不会不行吧？男人能屈能伸算个鸟，能弯能直才是大丈夫。有道理。我劝你忍忍，你镇魂宗被盯着，暂时腾不出手来。凭我们目前几个人，恐怕鱼死了网都不会破。你让我怎么办？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你丫的又不是女的，不关我鸟事。谁让你自己要自作聪明乱搞？你不是有个智囊叫称心吗？自己商量去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读。妈的，你们有什么用？一个只知道玩女人，一个只会划水听曲。草，宝贝儿，你说本王该怎么对付那娘们？如今和珅一死，本王为时大弱，其他狗腿子也都人人自危，不敢乱来。唉，王爷，这有何难？只要如此。我跟那娘们儿对抗，终究是兵临国内部斗争。若把火灵国与金陵国外人引来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我怕是鸡飞蛋打啊！怕什么？您身后可是镇魂宗，大旗一扯，他们还敢乱来吗？那倒是，有镇魂宗这庞然巨物在其他帝国多少会给点面子。而且接到消息，我宗老祖赵德柱应该最近也快出关了，有他在，一定能罩得住我。如此大功若成，传回镇魂宗，那么王爷母亲的地位岂不是还能再往上爬一爬？哈哈哈，宝贝儿，你可真是我的贴心好宝贝啊！来看本王是如何雄姿英发的。哎呀，王爷讨厌。臣见过公主殿下，今日臣来教导殿下兵法。朱尚书厉害，听完你的讲解，我将有一种醍醐灌顶、直捣黄龙的感觉。果然，兵法理论上，兵临国无人能出其左右啊！末将听说，在边疆威震金陵国的镇南王都是你的学生。朱尚书厉害，还有人叫朱尚书这个名字的，还是我爹给我起的名字好听。上官将军过奖了，镇南王他的确是老夫教过最有天分之人，只可惜镇南王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确实，陛下心中早已有人将最重要的位置占据了。竟然有人跟灵儿抢漂亮干娘，本公主耗在皇宫，连自己亲娘都不去找了，这是为了啥？
还不是为了给那不争气的爹找一个漂亮完美的老婆。如今竟然有人要抢自己内定的娘亲，哼，真叔是可忍，灵儿不可忍。等被我碰到了那镇南王，定要用爹爹给的拉稀丹，让他窜个10天半个月的稀。公主殿下，请把臣刚刚教的东西重复一遍，臣看看殿下还有哪些不会。刚刚先生您讲了啥？灵儿没听清。公主殿下若是看不起老臣的兵法，可以找陛下说不学的，这样也不必浪费你我的时间。先生，灵儿没有看不起先生的兵法，其实灵儿也会兵法，爹爹有教过。先生教的这些好像有点粗浅了，不够阴险机智。这不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兵法吗？竟然还说自己的兵法太粗浅了，呵呵呵。公主殿下既然说老臣的兵法粗浅，那想来令尊教的更为出色，不如让老臣见识一下。臣恳请公主殿下指点。哼，竟然敢瞧不起我爹爹，先生你不是将这兵书引以为傲吗？那灵儿也把爹爹的兵法写出来，看谁更厉害，谁输了谁倒立拉稀。玩这么大吗？怎么感觉这话有点熟悉？墨子兵法之36计，爹爹教的孙子兵法，4舍5入等于爹爹的，用爹的名字命名，很合理。好厉害的兵法，用什么词来形容呢？我靠，牛逼！战役，公主的兵法产生了战意。看一眼公主爹的兵法，我的修为竟也到半步天阶了，卡了我几十年未得寸进的修为居然动了。公主殿下，是老臣坐井观天目中无人了，与公主和令尊一比，老臣就如那萤火一般微不足道。在此，老臣向公主与令尊大人认错。知错能改善莫大焉。谢谢公主殿下原谅。如果老夫能突破天阶，年轻个几十年，再掌握这36计的话，定要重回战场，驰骋天下。哎，只可惜这功法与经脉，不说也罢。东风快递提醒您的快递真实之言已送到，请注意查收。思国医太神奇了，能透视，能看穿别人的修为经脉。什么死过医？灵儿，你医他死了？没有啦，这是爹爹教我的话。思国医的意思就是很厉害，死过医就是夸人很厉害。老夫误了。朱先生，灵儿要是说能帮你突破天阶的话，你们信不信？灵儿是打算用朱雀肉帮朱大人吗？那个恐怕没用啊，毕竟是功法问题。不是的，灵儿手里没有鸡屁股了。其实灵儿能看出朱先生哪里出了问题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灵儿你才3品武者呀，如何看得透半步天阶的朱大人？上官姐姐肩部肋骨下方3寸有暗伤，小腹位置有淤血，而且快流出来了。另外，姐姐胸其实很小，只有灵儿拳头大，之所以看起来大，其实是用了内甲撑起来的。灵儿说的对不对？真能看穿啊！自己姨妈确实就在这几天要来的。我的胸确实好小，有沟全靠挤一挤。那啥，上官将军，你的胸真的只有公主殿下拳头大？那个啥，我家衣服还没收，我要回家收衣服了。公主殿下，嗨，放心好了，你再运转一下内力给我看看。你这里有一根筋，脉络不通。朱上述可以改变内力运转方式，试着将内力倒转，这样就能从另一面反向突破屏障了。内力倒转？没开玩笑吧？内力运转都是根据内功决定的，胡乱改变运转方式，万一内力失控相冲，轻则重伤，重则爆体而亡。公主真要整这么大吗？确定没事？应该，大概，可能，或许不会有事的。我用我爹的人格保证。我爹说过，人要有逆向思维，有些事情正面解决不了的话，换个方式或许会有奇效。既然公主殿下与令尊都这么说了，那老臣便舍命去试试。这就是天阶吗？老臣叩谢公主与令尊的再造之恩，若公不弃，吾愿拜公为义父。呸！如公主不弃，臣愿拜公主为师。灵儿已经有个老徒弟了，不能再收徒了。殿下，反正您都收顾演武了，也不差我这一个徒弟吧？他是天阶，我如今也是天阶，虽然比起爹爹弱了太多，可应该也勉强够当爹爹的徒子徒孙了吧？要是爹爹知道灵儿在外面混了这么一群小弟，会不会很开心？再说了，人多力量大，以后让徒弟们去找娘亲也方便很多。好吧，好吧。那为师就收下你了。得到灵儿的点头，朱俊大步流星的朝兵部走去。如果升级不为了装逼，那将毫无意义。哟，顾老如，你还没走呢？我去兵部借人安排赈灾事宜。你怎么知道我突破了？天阶，比其娘知，你怎么突破的？事情是这样的。这么说来，你跟老夫一样牛逼，都是天阶了，还都是师尊指点突破的。说的没错，你死过一，我也死过一。新学的词不得显摆一下，那将毫无意义。等顾炎武用不解的目光来询问，然后自己就逼格十足的为他解释，再嘲讽一顿，扬长而去。老夫好心恭喜你，你他妈骂我死过一，今日我俩必须没一个。
卧槽，你不是向来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吗？这一身肌肉什么鬼？读书人有点肌肉怎么了？这很合理。老夫可不再是以前那个嘴巴叨叨的读书人了。以前我是能动嘴绝不动手，但现在老夫今日要让你知道，什么叫以德服人，什么叫60耳顺。不抽你60个大耳刮子，不足以平息老夫的愤怒。好吃，这瓜真好吃。也不知夫君过得可好，应该也有在思念我，同样受着相思之苦吧。丫头跟着夫君虽然平凡，可以夫君那体贴的性格，也一定会将她照顾得好好的。等朕平定了局面，定要将他们接来皇城，谁也无法阻拦朕一家人团聚。到时候在龙椅上的时候，还可以让夫君在上面体验一下征服如烟大地的快感。就是太不留春色，墨痕在心上刻，从若你音容颜色，往事翻涌如昨，梦乱书简里人歌，渲染的口吻罢了，留下回忆无声，皱褶。马德，你个狗系统给的什么狗屁打铁术？请宿主不要降低系统的逼格，这是至尊打铁术。格老子的，你有个屁的逼格！昧着良心说话，你电路板不痛吗？加油，努力，打铁要用力。宿主已经锤了9999下了，就差最后一下。宿主第一把处女座神刀就要诞生了。狗叫什么？一把破菜刀而已，你以为是绝世神兵啊？平平无奇，鉴定完毕。要不是以前的菜刀拍算拍断了，谁愿意锤1万下去打菜刀？去你妹的，哪凉快哪待着去！老子煮饭去了。卧槽，哪个王八蛋偷袭老子，一点道德也没有，打人不打脸，偷袭不偷蛋，他妈的，差点让老子鸡飞蛋打。这是一宝出事啊！我赵德柱真他娘的是个天才，我就知道在宗里必死官没用，还得出来浪才行。今日宿主爸爸，我还没签到的，点击签到吧。恭喜宿主获得一只不听话的2哈，宿主可用，请注意查收。在哪呢？不会被你克扣了吧？狗子就在附近，请宿主自己寻找。这是北原槟榔的气息，竟是半步妖王，这玩意儿不是在大陆极北地带吗？难道也是被异宝吸引的？异宝的气息，没想到在这里居然碰到了异宝，我一定要获得这一宝，突破妖王境界，然后回去夺权把爹吊起来打，用棍棒狠狠的抽打。卧槽！2哈，看那睿智的眼神，完全能够确认了。来，快到怀里来，来个异世界人狗相认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可恶，竟敢阻拦本皇子夺取异宝，狼爷就刨死你，狼牙疾风拳。此狗果然够蠢，你是把老子这主人当小弟了，难怪系统备注了不听话，看来很有必要给你来个下狗威，吃我一记接话发。嚯，闪电5连鞭！嘿嘿，你强有你强，惊风拂山岗，你横任你横，明月照大江，再强那也是我家狗子。天呐，那居然是法则之力，他胡乱出手都能秒杀这条北原槟榔，可见他根本不是6品。鉴定完毕，这一定是个返璞归真、隐世的绝世大佬。我本以为我赵德柱就是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还有如此猛人。这是哪家宗门的老祖？喜欢玩扮猪吃虎，若攻不弃，无愿拜公为义父。前辈好强的实力，竟能把这北原槟榔一掌收拾了。卧槽，荒劫中期，这样的大佬怎么来我这了？他会不会看我太帅嫉妒我，然后一掌劈死我？我该怎么办才能哄住他？主动点躺平吗？还是让大佬在上面呢？在线等，很急。客气了，小事一桩，来者是客，不妨随我进家坐坐。呵呵，既然前辈盛情邀请，晚辈那就却之不恭了。院子里有凳子，你坐一会儿，我先去把狗子捆好。狗子，这可是半步荒阶的槟榔，放在世俗都是顶尖强者。来喝茶，我去做几个好菜，晚上吃点再走。酒桌之上交朋友，那是喝一个中一个。只要绑住了这荒阶大佬的胃，自己以后出山岂不是有靠山了？这波值。末日，难道这是传说中珍贵无比的悟道茶？喝一口都比我闭关苦练30年来的有效啊！前辈大恩，晚辈在此谢过。嗨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顿饭而已，难得来个活人进家里做客。那个前辈，要不我帮你
嘿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你帮我把野猪肉切一下吧。我就是客套，你咋认真了？好。住手！别用剑，你这剑谁知道你砍了多少人？万一感染了血液病怎么办？那吃到肚子里会坏事的。咱们讲究点程度，切肉得用菜刀。那拿好。你这吹气势吹出来不知道多少飞沫，这就讲究了。感情是你口水不脏。卧槽，好霸道的刀意，而且在刀意的冲击下，修为屏障都松动了。神兵啊，这内力的消耗比上次60岁的隔壁寡妇还猛，简直是抽水机中的战斗机。看你的架势，以前也没干过这种活吧？第一次难免会有点生疏，多来几次就会找到诀窍了。什么时候该进去深点，什么时候进去浅点，到时候你都会明白的。不过可能也是我第一次打造菜刀不够硬，切不进去。卧槽，此人居然还是个神级锻造师。前辈，您这刀卖吗？不行，我的菜刀拍断了，所以抱歉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下次来做客时，我送你一把更好的，全当交个朋友。前辈大恩大德，晚辈必当铭记在心。以后谁若是敢得罪前辈，在下定让他一家人死无葬身之地。这荒劫高手心地还是很朴实，一把菜刀就让他这么开心了。以后老子有荒劫大佬撑腰，谁敢得罪我？前辈还望不要嫌弃。好酒啊，这个酒很贵重吧？不贵，前辈喜欢就好。我的心都在滴血，这哪里不贵，简直贵得令人发指。这可是我冒着生命危险从石灵侯一族中偷出来的极品猴儿酒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下次来别带这么多了，少点就行。好，那晚辈就不叨扰了，下次带厚礼来拜访。对了，前辈，既然您身后没有宗门，那敢问身边可有亲人？有个女儿，她出去闯江湖了，用了假名字叫赵灵儿，长得这般。好的，晚辈罩得住，一定罩得住赵灵儿。可恶，区区凡人竟敢把本尊打晕，等本尊。卧槽！妈的，一条破狗子居然还敢龇牙咧嘴，如果养不熟就煮熟你。这罩得住留下的酒可真是好喝，像果汁。狗系统给灵儿寄点酒过去。恭喜宿主获得剑招草字剑诀。我他妈就知道早上抽奖不能先撒尿，不然用手抓了鸟，那一天手气都不好。宿主这次运气不错，可以证明本系统没有暗箱操作了吧？好，且信你一次，下次不中好东西，我还是会继续怀疑你。你他妈！行了，快把酒发给我女儿。借来！灵儿，我的剑怎么样？一般般啦，看我的草字剑诀第一式，草你老木。无法躲避，无法防御。一根草竟有如此强大的威力，这是一个五品小武者能打出来的攻击吗？正当柳如烟与李淳风脑子宕机之际，一旁的楚灵儿却身子一软，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。灵儿，国师，快，请赛神医来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并无什么大事，看症状是用了大杀招，导致脱离了而已。你们做了什么？为何永乐宫一团糟？这条深沟又是哪个傻逼弄的？搞坏了再修不要钱的，而且小灵儿怎么也累成了这样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没练过剑的8岁小丫头，就因为睡了一个觉，然后领悟了剑意，还远超苦练几百年的剑神。修罗王传道这么牛逼的吗？我想问问，如果我叫他一声鞭，会不会也教我一下剑意？你的娘的，在想屁事！修罗王怎么会看得上你这小虾米？要不你叫我爹吧，我教你也行。滚！李爷爷，我爹的剑法厉不厉害？你爹的剑法远胜于我，与他那草字剑诀一比，我的修罗剑法完全成了入门剑法了。哎，我以为人剑合一就是剑道的终点，倒是我坐井观天了。李爷爷，按草字剑诀里面说的，人剑合一才是起点呢。真正的大成是做到万物皆剑，到最后无剑胜有剑，直接斩破灵魂。灵儿，李爷爷在此谢过，感谢你与修罗王，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方向。李爷爷使不得，又不是多大的事，你要是想学，灵儿可以教你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灵儿小师傅，那以后就有劳了。好喝，酸酸甜甜果汁真好喝。灵儿，你这果汁的瓶盖能否让我舔一下？大哥哥，你嘴馋了吧？嘻嘻，但是我不能给你舔瓶子。也是，闻一闻就能让我天残腿有感知，定是奇珍异宝。
我与你非亲非故，又岂能多想？戴哥哥，你别急呀，我只说不让你舔瓶子，没说不让你喝呀。既然对大哥哥有用，那这小半瓶就当灵儿送给你了。谢谢灵儿。赛前辈，灵儿这果汁究竟是何物？真能治好你的腿？我穷极一生，查阅无数典籍，都只找到了一个办法能让我腿恢复。这一物便是10灵猴族荒阶以上实力的猴王亲手酿制的猴王酒。没想到修罗王竟拿着如此至宝给灵儿当果汁喝，真是好大的手笔。这头胎可真是技术活，有个好爹等于开了挂。要不把我他那死去几百年的爹从土里拉出来打一顿了，瞧瞧别人的爹多么给力。这是老子拼命偷来的，跟他爹有个屁关系。300多年了，我终于站起来了，我的境界也成功突破到达半步荒阶了。老家伙，我现在也与你一样，哈哈哈！灵儿，此恩形同再造，我以武道之心发誓，从今往后，大哥哥这条命就是你的。大哥哥严重了，前辈恢复了便好，如今朕有你与国师坐镇，想来那些宵小也不敢再乱跳。放心，陛下既是灵儿的干娘，我便会全力相助的。谁敢来犯，我灭谁！报，不好了，我陛下，火灵国与精灵国竟联手相约，于3天后来我冰灵国造访，来者不善的哦。没猜错，火源和金上2个老东西，应该也是突破到了半步荒阶，想来对老子耀武扬威，从而压迫冰灵国割让领土，甚至投降。娘亲，要不灵儿想办法联系爹爹，让爹爹帮忙。灵儿不用，娘亲与你爹爹非亲非故，已经欠了很多人情了。娘亲，要不你嫁给我爹爹呗，这样咱们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了。娘亲有难，爹爹绝对出山镇场子，到时候哪个来，我们修理哪个，你说好不好呀？娘亲其实有夫君的，只不过暂时不能去寻他。原来娘亲嫁过人的，那爹爹岂不是最爱了？记得爹爹有次喝醉后说，他与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曹孟德无异，贼喜欢20-30岁的人妻，好像说人妻什么还很润，似乎还说过万一碰到短的，里面还有9成新，那就赚大了。没事，事情还没到最坏的程度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比其娘之，呸！沃日他妈的！天一门那狗日的居然窝在气宗，他们是连体巨婴吗？那个师尊，且息怒啊！实在不行，弟子们这口气就不出了吧？不行，他们往我镇魂宗茅坑丢鞭炮，这口气必须帮你们出了。况且他们打了我赵德柱的脸，若是这仇不报，以后世人都知道我赵德柱罩不住宗门弟子，你们让我的脸搁哪里？师尊，他们2个狼狈为奸，尤其气宗那老不死的，最近还炼制了一柄荒阶长枪，老祖武器不如他们也不好打。对呀，武器。我若是能借到那位前辈的神刀，要宰他们俩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快，妹儿，准备一下跟我去拜访前辈。马德，自从学会打铁后，这麒麟臂越发的强壮了，以后得控制点，别玩枪时用力过猛，自己给自己终结了。他妈的，天知道本皇子这几天是怎么过的，每次一睁眼就是一砖头给老子砸来，该死的小渣渣，我白风定要将你撕成碎片。我日你妈！1万下终于砸满了，恭喜宿主处女座大宝剑炼制成功！破剑滚一边凉快去！卧槽你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老子的心肝脾肺肾好他妈痛！这是什么品阶的大凶之物？完了，老子可能要折在这了。嘿，你这怂狗，吵架没输过，打架没赢过，果然棍棒底下出好狗。我还是喜欢你刚开始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要不你恢复一下？也不知这魔鬼手上有没有残留着昨夜的青春。行了，老子没空搭理你，睡一会儿先。老爹说过，必要的时候节操可以不要，毕竟那玩意不值钱。哼，本皇子先虚与委蛇，借他之力多突破一些实力后，再寻机会报仇。我白风定要翻身做主人。哟，你居然还会按摩，手法不错啊！果然有聪明的主人，就有聪明的狗子，无心甚慰啊！放你娘的狗屁！这明明是系统给的狗呢，治好，宿主少往脸上贴金。前辈、晚辈赵德柱今日带着徒儿特来拜访，这是我那不孝徒弟火妹儿。卧槽，极品！冷静，冷静。容我洗个手，穿件衣服，再去泡点茶先。好的，谢前辈，不用那么客气的，泡茶太麻烦了，要不就喝水吧。那行，我去倒。你为什么要拒绝前辈的茶水？你知道那是什么茶吗？那可是悟道茶。都说女儿是老子的贴心棉袄，你特么怎么看都像反甲内穿，还特么是黑心棉做的。要不我去跟前辈说说，还是喝茶算了。等等，师傅，你看那边有只帅气的狗子在打铁啊，我也好想养一只狗子。你想养它？你嫌命长了吧？你再好好看看，那是什么？不就一条狗吗？自也不敢对那魔头炸毛，我还不敢收拾你这小丫头了。你居然辱骂我是狗！什么？荒阶气势，这是北原槟榔！我的天，前辈居然用妖王级别的槟榔当苦力打铁！老子可不仅会打铁，我他妈还会按摩呢。论铁，我白风可是专业的。话说，这槟榔上次都才半步荒阶，如今居然突破了。也对，在前辈手下当狗子，能不突破吗？
师傅你快看，粉色常见啊，从没见过的颜色和款式，好漂亮啊！卧槽，你是要给你师傅送终吗？别跑！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坐在这等前辈？这不是大宝剑太好看了吗？忍不住，所以就……你可真是比熊孩子还要熊孩子！我若能获得这至宝，那可是蝌蚪变蝴蝶，变态到起飞，再添一门语气总有何难？这前辈的大宝剑真厉害，而且前辈刚才居然目不斜视。媚儿可是南域数一数二的大美女，前辈难道是不行？所以女儿老婆全跑路了。说到前辈，他进房间也许久了吧？怎么换身衣服还没出来？这么一个实力强大的尤物，不开启一下圣人模式真是遭不住啊，只能作弊当一会儿圣人了，个人莫怪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姑娘可真是个极品，那腿太玉了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有时候男人肩上扛的也不一定是责任，有可能是腿。真是美女眼前站，病痛少一半；美女眼前走，精神又抖擞。宿主真怂，反正你也守寡这么多年了，要不考虑一下外面这个姑娘？经系统鉴定，她还是个黄花闺女啊！此事不可，天劫巅峰的高手，我可惹不起。修炼者怎么了？只要是女人都一样，听童子的，先叫姐，再叫妹，最后变成小宝贝。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二位久等了，喝点水。前辈这次又打造了一件极品宝贝啊！宝贝，你说这个给我女儿打的？上次不是给你说了吗？我家姑娘在外面闯荡江湖，武器必须得有，不过打造手法有些粗浅，上不了台面，让二位见笑了。那前辈介不介意多个女儿？要是我喊前辈一声爹，前辈能不能也送个上不得台面的剑？妙啊！果然很极品，但很可惜，我楚墨目前已成就圣人果位，开的是圣人模式，美色浮云罢了。姑娘别开玩笑啊！你喜欢这剑的话，下次来我再送你一把便是，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谢前辈，妹儿敬你。喝了前辈这宝贝后，我好像来感觉了。果妹儿体内发出一声轻响，就像什么膜被捅破了一样，声音也很清脆。天阶巅峰的她成功踏入了荒界。前辈，你这宝贝太厉害了，喝下去好舒服呢，肚子里还暖暖的。这姑娘说话怎的那么不正经？这是传说中五台山那被大家俗称万岁泉智慧水的般若泉吧？智慧水，老子喝了半缸水都不见有半点用，这狗系统连个物品介绍都没有，真饥而坑。般若泉。不是啊，这是农夫山泉，有点甜。农夫山泉还有点甜，怎么没听过？不过这效果是真厉害，都快比得上上次前辈给我喝的那个悟道茶了。如果两个能配合起来，恐怕效果将翻倍啊！师傅你就别痴心妄想了，这农夫山泉效果这般强大，想来前辈获得也不容易。这并不难获得啊，那旁边井里不都是这个水吗？你们想喝，管够。等等，那前辈获得这泉水，岂不是杀了很多生命？前辈好凶悍，我好喜欢哦！不费力气，我有这双麒麟臂在，一会儿就杀了几个亿生命了，挺简单的。杀完以后就获得了这口井，没说错，自以签到前都习惯冲一发增加手气。一晚上杀了几个亿，牛逼！对了，老赵听你的话，你喜欢上次那茶，回去时你用麻袋装带些回去吧。我柴房还有几百斤。卧槽，一片悟道茶叶子都能在江湖掀起腥风血雨，前辈你家用麻袋装？对了，媚儿姑娘，你和老赵是哪个宗门出来的？我们呀，来自镇魂宗，南域3大顶级宗门之一。不过在前辈眼里，就跟蚂蚁过家家一样，不足挂齿。是这样的，我目前也有6品境界了嘛，等我出山后也想进个宗门。前辈，实不相瞒，我正是镇魂宗的宗主，若是前辈看得上的话，我愿意退位，将宗主之位让给前辈。不行，我不当宗主，没有实力却身居高位，这是找死的节奏啊！到时候就怕我家狗子都护不住我这主人。也对，如此高手，岂能只当个宗主？前辈，宗主是万万配不上您的，要不您当个太上长老？宗主我都贤位至高了，你老家伙还让我当太上长老？前辈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以宗主之名，让我师父退出开山老祖之位，您来当宗门老祖，咋样？笑啊！这徒弟真他妈笑，笑死老赵头了！啊，对，太好了，感谢前辈赏脸，从今往后您就是我镇魂宗唯一的老祖了，而我赵德柱甘愿降成太上长老，为前辈鞍前马后。这师徒俩真是脑子坏了，竟让我一个6品武者当老祖，该不会是老赵头自己懒，不想处理宗门事务，所以特地找个垫背的吧？那个你们当真的？当真，比真金还真。先说好，我这几年不能出山，另外宗门的事我不管，还是你俩搞定，如何？当然，您现在是老祖，您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。对了，老祖，这是我们镇魂宗的至宝南明离火珠，整个大陆只有1颗呢。若是老祖喜欢的话，就留在家中吧，全当晚辈送个礼了。喜欢倒是喜欢，只是我觉得好眼熟。老赵，你说这珠子全天下独一无二，那你帮我看看，我这是啥？南明离火珠，这么大一个，不是说这珠子普天之下只有1个吗？为何老祖你家也有1颗？不知道啊，我这家门日捡到的，我见它烫烫的，我就用来当炭火烤了。你也知道，一个人睡觉大冬天有点冷。
老祖说他冬天一个人睡觉冷，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？好想对前辈说，你一个人睡，我也一个人睡，各躺各的多浪费。叫声老公，喊声宝贝，以后晚上我哄你睡。这珠子我接下了，反正茅房也需要一盏灯，不然晚上如厕太黑了，容易跌进粪坑。对了，你有啥事就直说行不？咱别搞这一套正儿八经的。老祖能否借上次那把神刀给晚辈一用？晚辈想斩些歪门邪道，以定宗门之安。我就那把你说很牛逼的菜刀啊，我倒多大的事呢，送你了。好歹我也是宗门老祖，都是同宗之人，拿去好好找找场子。老祖，谢谢老祖啊！有此神刀，我必轻松击溃那2派，保证门内弟子无人敢欺负。老祖，这是菜谱，闲来无事自己搞的，怎么你需要？送你。前辈啊，那个菜谱晚辈应该不需要。哎，前辈，我师父老糊涂了。其实我们很需要一本菜谱，不会做菜的宗主不是好女人。谢谢您传独门秘籍给我们，等妹儿学会了，一定天天来给前辈做菜。师父，你怕是老糊涂了，前辈都送了神刀，又岂会无缘无故给个菜谱？此间必有深意。啊，对。其实晚辈我也特别喜欢做菜，谢谢前辈。那我就等着妹儿姑娘学会以后来大显身手了。只要学会了做菜，那这姑娘又将得道升华，不仅能干，还能干，甚好啊！快将族中宝料宝药交出来！这就是刀斩黄焖鸡，明明就是斩黄之刀，难怪前辈会送我神刀之后，又突然给我一本菜谱，连凤凰这等神兽都能一刀斩杀，前辈那该强到何等程度？老祖，既然您杀过凤凰，那敢问您有没有见过龙？威武吗？那神兽？我虽没见过龙，但我有幸被一条龙服务过。能被一条龙服务，你还说你没见过龙？晚辈赵德柱拜谢前辈大恩，我定会将此刀法吃透，以后也要让一条龙为晚辈服务。晚辈告辞，回去找那2个宗门报仇。好。谁说修炼者难相处的？谁说他们动辄杀人？这2人就挺好啊，一把菜刀，一本菜谱，就对我感恩戴德了。就是这老赵头稍微骚了点，这么大年纪了还惦记一条龙。对了，筒子，签个到吧。丁，签到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儿童款金缕玉衣剑。好东西，快将衣服邮给我宝贝女儿。对了，筒子，将我之前打造的那把剑也一并带上。你敢相信？赵德柱为了罩得住自己的宗门，竟然派人往天一门茅坑不断的丢鞭炮，还要让人在茅坑上蹲着，让天一门弟子全都被迫体会到了自由飞翔的感觉。最过分的是，还把他们茅坑全炸了，导致拉屎都没地方拉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天一门道场上却是高手云集，宗门弟子结成大阵，各个内力爆发，严阵以待。赵德柱，你好生放肆！上次侥幸让你逃了回去，没想到竟然还敢过来。今日我要为茅坑里的屎以及蛆虫，还有我的弟子们讨回公道。赵德柱，你他妈真要因为一泡屎引发血战吗？我操！不好，这老家伙最近实力又提升了，难怪敢大张旗鼓过来找场子。快，老梅，咱们联手，配合大阵一起击杀他。阵起！哈哈哈！赵德柱，在我的主场，你凭什么跟我们斗？不知道我护宗大阵，即便红阶巅峰的高手也破不开吗？非咒疾不可破，此乃我立教之根本。这大阵果然很强啊，不错，很不错。岂止是不错，此地便是你赵德柱的葬身之地。谁给的你勇气？梁静茹吗？不，我的勇气是楚前辈给的。刀来！哈哈哈哈！赵德柱，你得是心疯了吧？拿菜刀跟我们斗！刀斩黄焖鸡！我的手，某日的你赔我的手！啧，太厉害了，是我太低估前辈的武器了。这岂止是能战红阶，简直就是秒杀啊！赵德柱，你仗着武器牛逼算什么好汉？你可敢不用这菜刀？我们便不用阵法，咱们好好较量一番，既分胜负也决生死，如何？咋地？想道德绑架我？抱歉，只要我没有道德，你们就没法绑架我。脸皮值几个钱，我论斤卖给你们。多说无益，今日咱们仨必须死一方，受死吧！我操！哪里跑？你们要过来啊！说！他妈的，大半夜扰民啊！见过马阵，见过车阵，老子还是第一次见到空阵的。
你们是司空震吗？老祖，你们在哪？哎呦啊！赵德柱呢？他回去了吗？禀老祖，镇魂中撤了。赵德柱内力挥霍一空，提不动刀了，便离开了。走了就好，走了就好啊！快把大阵加固5层，哦不，加固50层。宗门也别练功法大阵了，全给老祖点防御。对了，那老匹夫没对弟子们出手泄愤吧？禀老祖，只是那赵德柱将我们宝库洗劫一空，态度极其嚣张，连我们宗门的狗因为交换了几句都挨了2个大笔兜，脸都打肿了。不信你们看，我画了画像。嚣张就嚣张吧，没做其他过分的事就行。形势比人强，忍忍吧。这也就算了，最主要他还让弟子们蹲在茅坑里，然后派人往坑里不断丢鞭炮。如今我们麾下弟子都被迫体会到了自由飞翔的感觉，已经被腌入味了，整个宗门臭气熏天，没法住人了。最过分的还不止如此，他还把我们粪坑全炸了，现在拉屎都没地方拉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来人，给我查，一定要弄清楚这老阴笔哪来的羽极神刀，还有那神奇刀法也给我查个明白。只要弄清楚刀是哪来的，咱们也能去碰碰运气。这日期不出，老祖念头没法通达。也不知女儿长大否？劝火灵国与精灵国使团觐见。一直以来都听闻陛下的兵临国人才济济，所以老夫便奉我皇命令，带着长公主前来交流拜访。只是今日一见，似乎没看到什么人才啊。除了镇北王能入老夫眼以外，难道兵临国的人才都死光了？身为臣子，既然是来拜访我皇，见到我皇何不下跪行礼？真是越活越回去呀！不管你们有何目的，先给老夫跪下说话吧。还敢上门踢场子，你们也不过如此啊！你老不是跟你也突破了，倒是我们小瞧你了。久闻女帝行事果断，见神性格霸道凌厉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们来兵临国拜访陛下，也是来送礼。哦，送礼。陛下请看，此乃万年寒冰所凝结的冰魄灵珠，是我们两国送陛下之大礼。此物朕很喜欢，那么朕就收下了。呵呵，陛下且慢，我这宝珠乃是在极北之地获得的，珠子有2个小口，一个进一个出。若是兵临国有人能在不损坏宝珠的情况下，将此珠用线穿好，那这珠子就送给陛下。送得起就送，送不起拿着珠子就滚蛋。朕的兵临国自然是智者无数，能人巧匠更是不少，用线穿过区区一个珠子，又有何难？哦，是吗？不如加点彩头如何？若是陛下能穿过灵珠，这珠子便送给陛下；若穿不透，那么陛下就得让出2州之地给我们2个帝国，如何？你们打算盘的声音，北域都听到了。这样吧，若是这麾下之人穿透珠子，你们同样一国拿出靠近边疆的1州之地，送给我兵临国，可敢否？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还请陛下签下天道誓约。砰！我们举2国之力都无法穿透这个珠子，2州之地轻松到手。来人呐，将宫中绣娘全部带来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几十个心灵手巧的绣娘卯足了劲，怎么也无法将线穿透珠子。一群人满头大汗围在一起。尔等，怎么回事？陛下，这个珠子有古怪，里面的孔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呈波浪状的，而是像个迷宫一样，想要将柔软的线穿过去，几乎没有可能啊！我等还以为兵临国真的如传闻所说人才济济呢，看样子不过如此呀。哼，什么事这么吵？回公主。还以为啥大事，这都是灵儿玩剩下的花样。我们可以找个大黑蚂蚁，用柔软的细线绑在它的腰上，然后再把珠子另一端抹上一点蜂蜜或者糖霜，蚂蚁就会顺着气味爬到另一端。这样一来，这线不就过去了吗？2 hours later， 陛下成了，哈哈哈！还什么9曲18弯的洞，全是摆设。老家伙，别得意太早。当你能轻松进入的时候，你就该明白，不是你厉害，只是对方能够容忍你的渺小。还请2位公主和国师履行契约，将地盘划分出来吧，正好择日过去接手。怎么办？难道真要割地履行契约？本宫不服。不服又能怎样？契约已经签了，难道你想被反噬将国运败掉？谁知道他竟真的能解决兵패珠？接下来看我表演都好。陛下，地盘已经划好了，你们随时可以拿着我们的契约过去接手。听说兵临国文武兼备，正巧我火灵国太傅祝子山与对子王对穿肠今日都来了，故而想趁今日的机会，向兵临国全体学者讨教一番诗词歌赋。另外，彩头的话列词加一点，便用2州之地来读。什么祝之山对穿肠有这2人在，怪不得他们敢挑战我们兵临国。偌大的兵临国，仅怕了我一个小女子。
好，朕应下了。来人，将各大学院的顶尖学子以及大儒大文豪们统统请来。1个时辰后，在柳如烟的出题下，两方斗得有来有回，但几首诗词热身下来，冰凌国一方很快处于了下风。不行，这首也不行，根本比不过他的诗啊！可恶，无能狂怒，尔等就这水平，倒是朱某高看你们了。哼，你狂什么？等我们顾先生回来，有你丢脸的时候。顾炎武嘛，呵呵，倒是好久未见了呢。禀陛下，微臣将顾炎武带来了。顾尚书还请教训一番这狂妄的家伙。没错，我等不是他的敌手，还望顾尚书力挽狂澜，树立我冰凌国文坛的地位。禀陛下，臣只有3成把握。什么？连你都只有3成把握？哎，实不相瞒，50年前老夫也曾荣登南域才子之一，意气风发，风头一时无两。可是你们知道老夫为何第2届才子大会时没有去竞争吗？咋地了？偷看少妇洗澡，被人打断腿了，去不了。没想到顾尚书竟有这般辉煌的往事。这货喜欢偷看人妻，那么以后绝不能让他来家里坐了，防火防盗防老顾。发你娘的5香牛肉连环屁！读书人的事怎么能说偷看？老夫光明正大看的。想我年轻时才华横溢，长得又帅，不知道多少寡妇少妇惦记我这白花花的身体，哪怕他们对我上下其手，我也巍然不动。不信你们可以让家中漂亮妻子小妾来试试。不过正当我处于人生巅峰之际，有2位年轻人却慕名而来，向我讨教。没错，我输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不敢去参加才子大会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我知道有他俩在，我根本赢不了。老顾，你怂了。读书人怎么能说怂？你把怂拆开，这叫从心。明知不敌还要死磕，我又不是傻子，低调做人不行吗？那老顾，你说的那人难道是？没错，南域4大才子之首唐伯虎和祝枝山。什么？击败你的就是他？完了完了！卧槽，老顾你他娘的有这事为啥不早说？我寻思着这等丢脸的事，我找你们说干啥？你在外养小妾的事，你告诉过我们吗？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无用了，这些年顾尚书学识应该也进步了不少吧？凡事不到那一步，千万不要说放弃。陛下，老臣虽有进步，可是，老顾加油啊！眼下也只有你能走上几招了。虽然你进步了，但别人保不准也进步了。那啥，就算他有长进，那又如何？你当年虽然输了，可眼下你要是不努力一把，你怎么知道如今的你有多差劲？你说是不？你以为他那种天才学什么都快？你以为他们能出口成诗？我告诉你，这都是真的。没关系，这么多年你的努力我也看在眼里。虽然秦不能捕捉，但我相信以你那稀烂的资质，尼玛！他妈的，忍你很久不说话，没人把你的匹夫当哑巴。来人，给老夫将他插出去，浑浑噩噩半辈子，这一次我也该撑一回了。陛下，吾虽老矣，却也愿为我大好帝国再拼一次。都退下，此战我顾炎武来接手。上集说到，火灵国与金灵国联手挑衅冰凌国，以2座城池为赌注，比拼文学造诣。柳如烟派出冰凌国第1大儒对战祝枝山，斗得火热朝天。与此同时，楚墨也干得热火朝天。二狗子，快点啦！火灾大点！没错，风箱就是要这样，快速抽一下，插一下，还有大风进来。行了，别叫唤，回头给你打造一副项圈和狗链子，不会让你白忙活。马德，老子是狼，你给我打造项圈狗链。算了，既然你强烈送我，那本皇子就勉为其难接收吧，好歹也是乙级以上的装备啊。狗系统签到。恭喜宿主手气超烂，获得唐诗宋词对联全篇，附带小学到高3所有考试试卷，请注意查收。马德，什么玩意儿？童子，快，给灵儿统统奖励过去，另外送个小纸条过去，叮嘱我女儿卷子不能丢，以后我这个爹要一张张检查。那个宿主，你这样真的好吗？有谁奖励给试卷的？不怕老了以后灵儿把你养气管？怕啥？以前我被试卷折磨了10几年，我都没把我爹养气管呢。要不咱把你爹挖出来，重新拔一个体验一下。滚犊子！没有体会过3年模拟5年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。一妥头摊上你这样的爹，灵儿要知道了，还不如当时就让你糊墙上。顾尚书，您的水太多了，奴家擦都擦不过来了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以主上实践到顾炎武大儒，你可是没有做出能超越祝枝山太傅的诗来啊！还是愿赌服输，将地盘交出来吧！冰凌国文坛实在是不堪一击。我又输了，又一次在诗文上输给了祝枝山。呵呵，都说人不会在同一个坑里跌倒，没想到老夫努力钻研了几10年，居然还是以后老夫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着，绝不再动弹了。谁敢碰我，我就讹死他。呵，当日我能击败你1次，今日依然可以。不是我针对在座的哪位，而是在座的论文学都是垃圾。女帝陛下，久久不语，那是何意？莫不是想耍赖不承认我们赢了？东风快递提醒您，唐诗宋词对联大全已到账，并进行自动灌输。输，有灵儿和我爹爹在，娘亲不可能输。那此战本公主接下了。就你乳臭未干的小丫头。
敢小瞧我师父！我师父灵儿3岁前就以诗词与文坛群雄争锋，4岁是诗词横行南域，5岁就已经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皆可为诗，人送外号诗仙。你竟敢看不起！你他妈这么吹永乐公主这个8岁丫头，真的好吗？你自己信吗？好徒儿，还是你了解为师啊，很对我胃口。就他做的那些诗，在我看来简直狗屁不通。灵儿你，娘亲放心，我爹爹可是诗仙，背9诗100篇都没问题。灵儿自然也得了几分精髓。为对面的，刚刚我大徒弟是输在咏雪与孤独这一题材上是吧？那你给本公主听好了：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寒江雪，怎么可能？这是失忆，这是失忆啊！我穷极一生也只能窥探一丝棱角，而你一个小丫头怎么可能拥有？朱太傅，那丫头的诗很厉害，她会不会是盗来的？否则一个8岁丫头怎么会作诗呢？不可能是盗来的，她若是盗的诗，岂会有失忆？断然不可能。没想到灵儿真的没有胡来，她真会诗文啊！卧槽，那这么说，灵儿才跟他爹学了4年半，就已经这么厉害了？那他爹文学到底该多强？老子就说吧，我的小师傅诗词横扫群雄，你们还不信？打脸了吧？那个谁，你认不认输？哼，不过剩了一首诗而已，最多算是个平手。老夫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此言差矣，所谓的斗士有来有往才叫斗，所以不能只有你们出题，我们也得出。在有限的时间内，看谁作诗做的多，如何？你们可敢比？对呀，质量不行就数量来凑。他才8岁，能读过多少书？一旦比数量，他的文化底蕴岂能和我比？妙计，实乃妙计啊！馆陶公主说的没错，要斗诗自然得比速度，而且我们这次还得加赌注，那就是赌上这条命。输了的不仅要交出地盘，还得当场自刎领死。小公主，你可敢？灵儿，听李爷一句劝，里面的水太深了，你把握不住，千万不能硬下呀，危险。灵儿，听娘的，回来，这公道娘自会来讨。按先前的规定，他们已经输了。不，娘亲灵儿有把握，泣不成诗算什么？我听爹爹说，当年他闯荡江湖时，诗文一道就已经封神，更是背9诗100篇，惊艳所有人。灵儿得到爹爹真传，不说超越爹爹，就是时不时诗，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永乐公主想好了，你要是输了，这辈子可就乐呵不起来了。出题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以花为题吧，无论什么花都行，只要谁的诗多，谁就赢。有钱花和随便花算不算？我爹最喜欢这2种花了。不行，我说的是植物那个花。花有仙灵底有神，画权终不在阳春。一般秋色成千品，前度桃花却后尘。一首罢散天花下紫檀。随着祝枝山摇扇作诗，整个大殿陷入了安静，只能听到他一个人高昂的声音。一炷香道9首，整整9首，恭喜祝太傅再次突破自己的纪录。永乐公主，该你了。哼，得意什么？今日便让你们瞻仰一下我爹爹的诗集。人间4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。一步一首，首首不一样，都还来不及好好感受，就换成了另一个意境。而祝枝山的脸色，灵儿每做一首，他的脸色就会白上几分，直到第9首。不要，求求你不要再作诗了。不做，这怎么行？人无信不立。灵儿是个实诚的孩子，说时不时诗，那就得做到。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合沙，冲天香阵透临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纱。怎么样？认输了吗？10首诗，本公主可是做了，这香也才燃烧不到一半。你要觉得还不够，我再给你来10首。时不时事啊，首首都足以传世。公主殿下真做到了。啧，不愧是我顾炎武的师傅，我本以为泣不成诗就已是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竟还有时不时诗，师尊都这么强了，我家师祖该厉害到何种程度？时不时诗，你真的做到了？怎么样？认输不？我起来，千万别承认自己输了。你要敢认输，你不仅要丢命，我要将你写进史册，你会遗臭万年。到时候，你的子子孙孙都将受人唾骂。自以为他们拿命去拼，结果我认输。无论是诗的质量还是速度，我祝枝山心服日服。祝枝山，你敢？能不能问一句，你爹到底是何人？我听我爹说过，他当年纵横文坛时用的笔名叫做李白，字太白，人送外号诗仙。灵儿，你爹不是外号9剑仙吗？咋又多了个名字？哎呀，一个笔名，一个是武名。我爹说，人在江湖飘嘛，多几个马甲稳靠。诗仙能教出你这样的女儿，他确实担当得起。老天啊，既生白，何生山？馆陶公主，你2国代表已经认输，现在是不是该履行契约？一国再拿出2州之地交给朕了。这契约我一定会履行。在这之前，敢问陛下可敢再斗一场？这次就斗对联，赌注是4州之地。哦，2位公主再输，那你们2国领土可就输掉一半了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我就不信了，我们2国还能次次都输？不好意思，朕不。娘亲赌对联儿也会。
上集说到，楚灵儿与祝枝山斗师凭借唐山300手碾压祝枝山，金陵国不服，继续提出斗对联。正当柳如烟想拒绝时，灵儿再次站出来。娘亲，赌对联灵儿也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跟我爹爹喜欢少妇一样真。灵儿，你爹可真博学多才啊！那当然，我爹泥瓦打洞、越狱升级、按摩正骨，通通都会呢。所谓的行走江湖，技多不压身嘛。哎，以后若是自己将夫君找来了，一定要让夫君跟着灵儿他爹多学学，不然夫君啥也不会，来了皇城就怕。他内心会自卑，会不适应，这样如何能接替朕的皇位？他若不接皇位，那朕这么努力还有什么意义？身为女人，就该努力让自己男人吃上软饭，夫妻之间相互扶持，才是长久之道。好，朕应下了。出战者还是朕的女儿永乐公主，来人，签誓约吧。陛下不可啊！那对川长成名已久，在对联方面地位还在祝枝山之上，地位堪比那第一才子唐伯虎。他说第二没人敢认第一，咱们与他比，这不是老鼠舔猫逼，没事找刺激吗？无妨。灵儿既然想玩，那就让她玩吧。朕的女儿朕不宠，还有谁宠？好，陛下好胆识，真是霸气啊！来人，签契约。呵呵，我身边这位对川长对对子的功力早已独步天下，更是熟练掌握了意境。10几年前还用意境将木林国太傅在那白门楼上对的跳江自杀，你们何人能与他比？比其娘之，吹牛逼能不能别带上老子？祝枝山怎么死的，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。说句身败名裂、惨死大殿也不为过。鬼知道这小丫头在对联一道的成就是不是也高深无比？不行，不能冒这个险。他的战绩算个球！我师父灵儿3岁前就以对联与文坛群雄争锋，4岁是对子横行难遇，5岁就已经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皆可作对，人送外号对仙，你竟敢看不起？你个莽夫就不能换套台词吗？可我没读过多少书，肚子里只有这么多墨水啊！你莫不是个傻子啊？吹人都不会吹。傻子，我可不是。都说傻人有傻福，我怎么没见到？傻人是有傻福，但傻逼没有。废话少说，既然出战人员已敲定，那就开始吧。沙瓦迪卡，那个公主殿下，你先还是我先？对川长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比试，给我严肃点。我就打个招呼，别这么凶我嘛，我也是有尊严的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友谊第一啊，比赛第二，主要是重在参与。公主殿下，您说对吧？他妈的，我们这是设局侵略，你告诉我，友谊第一，重在参与，这是赌命啊，大哥！你跟敌人讲友谊有用吗？我爹说了，有礼貌的人才招人喜欢。你虽然长得不太帅，不对，应该说跟帅不沾边，但你看起来像个好人。既然这样，本公主就让你输得好看点，你先出上联吧。行，公主殿下小心，此对联乃是千古绝对，我敢说当日绝无一人能答得出来。灵儿，你娘亲放心，他强任他强，有事我爹扛。有道理。那个有礼貌的胖叔，快出吧。好，上联是烟锁池塘柳。烟锁池塘柳，好上联，不愧为对川长。老酸儒，这玩意儿什么意思？烟能锁得住柳树，咋听起来这么扯淡呢？就像你的裤子一样，能锁得住那想找巢吐白沫的小鸟。等等，我想到下联了，龙困库中雕，你看咋样？有辱斯文，衣冠禽兽啊！老夫休与你为伍。靠，你不跟我玩，那就拉倒，我也不去你青楼。我朱战神一声令下，到时候带着我麾下那10万兄弟去隔壁冲业绩。哥，我错了。哈哈哈，不如陛下认输吧。这种千古绝对，连对川长先生都对不上，世上也不可能有人能对上。灵儿，答不出就算了吧，有娘亲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听好了，第一副炮战海城楼。我操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想出这么工整的下联？这可是千古绝对，我花了大半辈子都没有一点苗头，他这小丫头居然……咦，是不是觉得这个不满意？不过没关系，灵儿还有呢。登山村4中，大胖叔，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不用了，永乐公主大才啊，这简直是神队呀，在下服了。接下来该我出上联了吧？那你听好了：清明日，白铁匠，生红炉，烧黑炭，坐南朝北打东西。我操，牛逼！这对联太妙了，衣服上联就将人物、地点、职业、产品都给写了出来，同时又把青、白、红、黑4种颜色以及东南西北4个方位都融入到了对联当中去，难度还在烟锁池塘柳之上啊！这该如何去对？快对死他！快出下联，对死他呀！你要是连一个8岁丫头都解决不了，那你也别回火灵国了。傻逼！陛下，您看草民跪的标准吗？挺利索的。对川长，你这死肥猪，到底在做些什么？给本公主起来，否则定你死罪。路走宽了，陛下，这家伙可以收下打杂，对方乃是敌国文状元。若陛下在这种场合将其收下，咱们再稍微操作渲染一下，您想这威望不就来了吗？标题臣都想好了，震惊敌国文状元不远千里，经木县8州之地。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好，既然你有心相投，那朕便给你个机会。顾尚书，他交给你安排了。是，陛下。灵儿辛苦了。嗨，小意思啦。2位公主和国师愿赌服输，2国加起来8州之地，该交给我们了吧？哼，契约给你们，我们敢赌就输得起。只是地盘虽大，女帝也得有实力吃下才是，别到手没几天又全部丢了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关你屁事！拿来吧你！你操，我们走。
这件事没完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哈哈哈！恭喜陛下3战3捷，共获两国麾下14州新地盘，我兵邻国地盘将因此扩大1倍有余。5国中，就我们兵邻国最大了。这一切功劳都是灵儿带来的，朕新添14州之地，从今日起设宴3天举国同庆。吃席，灵儿最喜欢吃席了，而且还是吃娘亲的席，真好。上集说到，楚灵儿利用9年义务教育知识碾压祝枝山，收复对川长，轻松解决敌国的侵略计划，兵邻国大获全胜，举国欢庆。相比举国欢庆的柳如烟等人，那金火两国使臣就不怎么开心了。可恶，真是可恶啊！对川长、祝枝山这2个废物，平日里吹得自己多厉害，结果关键时候还干不过一个8岁小丫头，耻辱！这是我们2国的耻辱。何止是耻辱，你们几个简直就是废物！来的时候怎么给本王保证？结果呢？不仅没有削弱那贱人，还给他送了这么大地盘，以后他皇气充盈，谁还能和他斗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真是猪一般的队友。你放肆！区区一个镇北王，别以为身后有宗门，我们就不敢动你。我们2国也是有宗门扶持的。你可以对我动手试试，保证下一秒你会毒发身亡。哼，我们输了对你也没有半点好处。我们在那比试与他抗衡，你又在做什么？你哪来的资格对我们说道？我在一旁角落里给你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啊，不然呢？事到如今，只能用那最后一招了，趁着对方吞并领土前干掉他们。早他妈让你们粗暴点解决，你们不信。什么情况？难道计划暴露，兵邻国打算先下手为强了？并国师没有敌人，只有武技和美酒。据说女帝是在普天同庆，大宴3天。等等，你说外面在吃席？啊对，刚开席，还有好多漂亮舞姬。他妈的吃席也不叫我，等等老子来了，给老子留只肘子。虽然是敌人，但酒席之上无仇怨。他们苗疆没有席吃吗？不祈祷了，可能吃席比较香吧。那啥，独乐了不如众乐了。老祖我也去吃席了，活着多吃别人的席，不然哪天不小心嗝屁了，就轮到别人吃我的了。そうですね。太难了。好，镇北王，你这帮手真的很好，身边有卧龙和凤雏2个人才在，何愁天下不定？柳公子，奉胡长老之命，特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：天翼门与七松被我松老祖重创，胡长老托我交代你，若需要帮助，他随时可带大批人马前来。如今南域也无人能挡我镇魂宗了，麻烦回去通知一下我母亲，告诉她我需要支援，连一个8岁小孩都敢搁我头上拉屎，让他速速带人来帮我。好。王爷，那我们这次的合作您看？呵呵，合作什么合作？我们之间有合作吗？别乱给我造谣，小心我告你诽谤啊！我只是来吃席看热闹的。哎，王爷且慢，王爷且慢啊！王爷您如此雄姿英发，实乃人中龙凤啊！老朽恰好会算命，我刚给王爷算了一卦，不出意外，您马上就将登基称帝了。等您登基后，肯定是需要附属国的队部，我们愿意以王爷马首是瞻，为王爷鞍前马后。哦，听起来似乎不错啊，只是不会是骗本王的吧？王爷您大可放心，只要王爷点头，我们立马可以签署附属国条约，保证年年进贡。哦，既然你们说当我附属国，可本王一点诚意都没看到，这我也很难办啊。看不出来，胸肌挺结实的嘛。不错，很不错。王爷，您要干嘛？你冷静了，咱们都是男人。我知道我们都是男人，我不过是想看看你的结实的胸肌而已，别紧张，来让我康康。我操，志哥不要这样子。你们越反抗，本王越兴奋。2位国师，你们也不想地盘收不回来吧？要不为了国家，为了大业，咱们进去谈谈。好，王爷，是不是我俩进来教您怎么锻炼，您就能在登基后归还我们领土？呵呵，先进来，至于领土，日后再说。你不要过来禽兽，畜生，连老头子他都不放过，难怪他不近女色，真是特恶心。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不错，二老果然老当益壮啊。算命的说我300岁人生有遗憾，我原以为是魂魄被人刨了，没想到我猜错了。老夫这么大年纪，居然还遭此大劫，我不干净了，不干净了。一见寒梅好比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